在很多人眼里，炮只有通过火力覆盖才能发挥它的全部威力。但在二战时期，德军手里曾握着一门口径高达600公里的卡尔040自行工程旧炮，光是一发炮弹就重达2吨，即便是3公尺厚的强化混凝土要塞都能被当场掀翻。只是这玩意儿射程短得可怜，最远只能打4公里，敌人随便一门中口径野战炮都能直接跨射，把你的阵地炸成平地。1941年2月，小胡子看着地图直冒冷汗，心想这花费几百万帝国马克造出来的宝贝，总不能靠肉搏战的距离去打仗吧？于是他当下拍板，不论代价有多大，必须给我想办法把射程翻倍。大家不妨猜猜看，如果你是莱茵金属的工程师，在不能重新设计整台底盘的前提下，你要怎么让这台巨炮打得更远 ？A. 增加推进药 ，B. 缩小口径并加上炮管 ，C. 给炮弹装翅膀。没错，莱茵金属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方案，就是降口径。他们把口径从600公里缩小到540公里，同时把炮管长度从原本的5.07公尺一口气拉长到了7.19公尺。这也就成了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角卡尔041型540公里自行工程旧炮。而且根据历史档案数据记载，540公里的041炮弹虽然减重到了1.25吨，但初速提升到了每秒378公尺，最大射程也直接飙升到了10公里，比原本的重弹整整翻了1倍有余。加上因为更高的末端撞击速度，它对强化混凝土的穿透力反而从2.5公尺提升到了3到3.5公尺。只是这看似性能全方位升级，完美解决了小胡子的焦虑，但这台重达126吨的怪物真的能在战场上开得动、打得准吗？要知道，光是把这根7.19公尺长的巨型钢管装上底盘，就让德国工程师面临一场毁灭性的结构灾难。其实早在1936年，德国陆军武器局发起这个项目时，最初想要的仅仅只是一门固定式的工程旧炮。当时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德军预测未来会与西线盟军开战，而最大的噩梦就是法国那座号称永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毕竟一般的野战重炮打在几公尺厚的混凝土碉堡上，就跟瘙痒没两样，根本无法造成致命伤害。但如果造一门超重型巨炮，如传统的列车炮或牵引炮，光是铺设轨道跟组装就要花上好几天，而且放到战场上也完全是个活靶子。于是为了兼顾超大口径与机动隐蔽，陆军武器局的贝克将军极力主张，这门工程巨炮必须直接装上能自己开着走的履带底盘，也就是自行火炮底盘。而这个决定也在后来为德军带来了极大的战术优势。整门巨炮进入发射阵地并完成准备，只需要不到30分钟。比起需要铺轨道、组装好几天的传统列车炮，卡尔旧炮在灵活性上简直是次元级的提升。而它最让人惊叹的黑科技，莫过于它的底盘升降液压系统。当车辆抵达发射阵地后，驾驶员启动引擎，驱动液压装置，整台重达126吨的巨兽会在短短15秒内直接趴在地面上。这样做能让整个底盘直接承受激发时的恐怖后坐力，完美保护悬挂系统不被震碎。射击结束后再次启动引擎，同样只需要15秒就能抬起底盘重新开走。在动力方面，早期车型使用的是580匹马力的 Maybach 汽油引擎，最高时速只有10公里。后期部分车型更换为柴油引擎，极速降到6公里，但续航里程提升到了60公里。另外，为了搬运与之匹配的巨弹，德军甚至还专门用4号战车底盘改装了带有抓弹器的专用弹药搬运车。但即便设计再精妙，这门540公里旧炮的射速依然低得可怕，每10分钟才能发射1发炮弹。更要命的是，当莱茵金属好不容易在1942年完成原型炮测试时，德军的供应链却彻底崩溃了。1944年5月8日，德军高层因为严重的研发延误与资源枯竭，下令取消了整个041项目。但莱茵金属的工程师们却私底下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莱茵金属的工程师们并没有停下脚步。1944年5月底，他们硬是在靶场上完成了540公里旧炮的全部测试，并将成功报告直接呈报给小胡子。听到消息的小胡子大喜过望，立刻亲自下令排除万难，必须在7月底前交付前3台改装车，准备重创盟军。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到底有几台卡尔被改造成了540公里版本，战后历史学界曾爆发过一场著名的罗生门。有学者声称，只有3号车和5号车更换了新炮管，但权威专家 Jens 与 Doyle 在对比原文件后证实称，德军的设计根本不是不可逆的永久改装。他们的工程师做了一套极其精妙的双套炮管组件，其1号、4号和5号车随时可以在600公里和540公里之间灵活切换。换句话说，他们既是打近程重弹的040，也是打远程穿甲弹的041。
当时，包括小胡子在内的德军高层都以为，有了这台射程翻倍的末日神器，就能在战场上大杀四方。可万万没想到，当大炮雄心勃勃地推下生产线时，德军却掉进了一个极度尴尬的窘境。大炮造好了，但他们居然连一颗炮弹都产不出来。至于原因，其一是因为540公里是一个极度特殊的非标准口径，需要重新开模制作；其二是因为1944年下半年，盟军对德国本土展开了毁灭性的大轰炸，军工厂电力中断，稀有金属断供，再加上这种特种穿甲弹的精密延迟引信极难加工，濒临崩溃的德国军工体系根本无力量产这种专属定制的奢侈品。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东线的战火炸了。1944年8月，华沙起义爆发，波兰反抗军依托坚固的建筑死守巷战，德军急需超重型工程大炮前往战场进行镇压拆楼，于是德军紧急组建了第638重炮兵连。只是在原计划中，德军只是希望派540公里卡尔参战的，但因为540公里炮弹一颗都交不出来，最后只能换回600公里旧炮管前往华沙。直到1944年11月，第一批540公里专用炮弹才终于下线，但产量低得可怜，一个月只有微不足道的25发。为了能让这门远程巨炮发挥作用，德军搜刮了境内几乎所有材料，日夜兼程打造下，终于攒下了整整60发炮弹，并火速将4号车重新换回了540公里长炮管。因为此时的小胡子正急着要在西线发动他最后的末日豪赌阿登反击战。1944年12月，第638炮兵连带着装有540公里炮管的4号车以及仅有的60发炮弹被推上了西线战场。当时的德军官兵士气大振，在他们眼里，这台重达126吨、配备540公里长炮管的陆地怪兽，就是撕裂盟军防线、一招制敌的终极秘密武器。然而，历史却给德军开了一个极其残忍的玩笑。就在4号车乘坐特制重型铁路平车隆隆驶向预定发射阵地的半路上，头顶的云层中突然传来了盟军机群刺耳的轰鸣声。伴随着连环爆炸的巨响，盟军轰炸机投下的弹雨精准地砸中了铁路干线，4号车后方的轨道与桥梁瞬间化为了一片废墟，前路未补，后路被断，这台笨重无比的末日神器就这么被死死地卡在了半路之上。别说对美军造成有效打击了，他连预定阵地的边儿都没摸到。面对随时可能折返的盟军空袭以及自身随之爆发的严重机械故障，德军只能在绝望中下令放弃任务，趁着还没被连人带车炸成废铁，灰头土脸地把他拉回本土大修。到了1945年2月，前线资源匮乏到了极点，德军甚至不得不拆解库房里的1号车，用它的零件去拼凑修复2号车。而就在这个时候，西线爆发了彻底扭转战局的巨变。1945年3月，美军奇迹般地夺取了莱茵河上的雷马根大桥，德军西线防线全面崩溃。小胡子闻讯咆哮狂怒，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炸毁雷马根大桥，阻止美军推进。而为了堵住这个致命的大漏洞，德军掏出了最后的家底，命令第638重炮兵连携带全德军唯一一门还能动弹的540公里卡尔巨炮5号车落基，前往雷马根。这是这台末日巨兽在二战舞台上的最后一次登场，也是它离宏大战果最近的一次。但现实是残酷的，在美军遮天蔽日的制空权压制下，这门重达上百吨的巨炮只能像老鼠一样躲躲藏藏，瞄准难，装填慢，炮弹缺，再加上盟军狂轰滥炸导致的道路中断，让这门被寄予厚望的工程巨炮在整场轰炸雷马根大桥的任务中，只勉强倾泻出了可怜的14发炮弹。而且这14发炮弹落在大桥周围的泥土里，除了震碎几扇玻璃，留下几个巨大的弹坑外，甚至没能撼动大桥主体分毫。这屈辱的14发炮弹也成了卡尔041型巨炮在整个2次世界大战中留下的最后一道实战记录。至于其他巨兽的去向，1945年3月至4月，德军为了不让这些笨重的末日巨兽完整落入盟军手中，曾下令自行炸毁。随后，美军和苏联红军分别缴获了不同状态的残骸或尸车。1号车在希尔斯莱本试验场附近被苏联红军缴获，也是现今唯一完整保留并陈列于俄罗斯库宾卡战车博物馆的卡尔巨兽，但馆方将其炮管与车身涂装标注成6号车。2号车与3号车自在1945年4月在希尔莱斯本附近被美军第104步兵师缴获，随后被拆解报废。4号车和6号车在1945年4月特尔滕附近被苏联红军缴获残骸后被拆解。5号车最终在1945年4月蒙秦贝格附近被美军缴获残骸，此前则是被德军自行炸毁后被拆解。最后的0号试验车则是战末在莱茵金属试验场被美军缴获并报废。从技术角度讲
540公里的卡尔041确实完成了小胡子的要求，射程翻倍，穿透力提升，展现了德国重工业的极致工程。但从战略角度来看，在1944年德军失去制空权、全线溃退的情况下，投入巨资去造一台动辄100吨、极度依赖后勤，而且连炮弹都造不出来的工程巨炮，无疑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战术灾难。看完这台540公里陆地怪兽的短暂一生，你觉得它是德国工业学的奇迹，还是末日狂想下的资源浪费？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本期硬核军事历史解说，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见。